欢周老师频道，请按赞、分享，或者是加入成为学员。学员限定影片将使你的国文更上一层楼哦！等等等等，还有周老师最新出的经典古文阅读指南，马上扫描 QR Code 购买吧。Hello， 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10分钟国文轻松读。今天我们的影片可能不会在10分钟内结束。这篇文章是截取自《红楼梦》，文字会非常的长，会比较使用讲故事的方式，让大家理解其中的意涵。如果你对于特定的词汇或者是特定的句子有任何疑问的话，很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哦。贾探春敏慧心力，从题目来看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有主角贾探春，她的个性是非常敏捷聪慧的，她要做的事情是要来赚钱。从篇名来看比较特别的就是，过去在中国通常强调的是省钱、节流的那一面，但是呢，我们居然可以从《红楼梦》的作品里面看到开源的这一面。在文章里面就是要来看贾探春她如何管理一个这么大的企业，就是大观园，怎么样子在里面做开源节流。首先呢，我们必须要来了解一下里面会出现的一些人物。讲《红楼梦》最麻烦的就是里面人物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很多学生看来看去就搞不太懂到底谁是谁了啦。那这个地方我用一个阶层表的关系，让大家知道谁的地位比较高，谁的地位比较低，那谁在管事情。地位最高的是王夫人，王夫人是贾母，就是贾府里面地位最高的贾母第二个儿子的妻子，叫王夫人，她的地位最高，可是她平常是不管事的，家中所有的事情都是交给比较能干的王熙凤来管。王熙凤是贾府当中嫡长孙贾琏的妻子，那因为她是长孙之妻嘛，所以她来管事，基本上大家也没什么怨言。平儿是王熙凤她的贴身丫鬟，非常受到重用信赖，她在大观园里面的地位也很高。李纨她是贾政的长子的妻子，所以她在这一群人当中，她的地位只比王熙凤低一点，因为王熙凤是嫡长孙嘛，她是孙辈里面的第一位最大的妻子。那李纨呢，她是次子的长子，所以可以说是偏房里面的长子，所以也算是地位蛮高的啦。贾探春她是次子贾政的女儿，等一下的平儿都会称她为三姑娘。贾府当中总共有4个女儿，第一个叫做迎春，照理来讲啦，应该是要由迎春来做等一下贾探春她要坐的位置。可是迎春这个人呢，她的个性非常的懦弱，而且很崇尚道家，所以是一个不太能够管事的人，比较没有能力啦。二姑娘元春，那元春已经嫁到皇宫去了。4姑娘惜春太小，所以不算。所以看来看去，只有探春她是可以担当大任的哈。等一下还有薛宝钗，薛宝钗是王夫人的妹妹薛姨妈的女儿。
所以你可以看到，等一下王夫人在找人的时候啦，基本上都是找她熟悉的人过来，这样子她可能也比较好说话，也比较好拜托。那婴儿是宝钗的丫鬟，最后还会提到一个叫做明烟，明烟是贾宝玉的丫鬟。那这两个丫鬟就比较不重要哦。所以如果你等一下真的听到有一点头昏眼花的话，就回来这一页看一下彼此的关系图。好了，我们要继续咯。一开始这边就提到了，他说话说平儿陪着凤姐吃饭，服侍盥洗毕，方往探春处来，只见院中极静，只有丫鬟婆子诸内捆净人在窗边听候。捆净人就是贴身的那一些婆子们哦，代表当探春他们在议事的时候，他们是不让这些下人进来听的。所以平儿虽然她也是丫鬟，但她可以进去。平儿进到厅中，她姐妹三人正议论些家务，说的便是年内赖大家请吃酒，他家花园的事故。说什么呢？就说在过年的时候，赖大家请他们喝酒，欣赏他们家花园的那些事情。那赖大家是谁呢？赖大家过去曾担任大观园，就是龙陵国府里面的大总管。退休之后，他自己在外面买了房地产，做了一些花园。那为什么需要他姐妹三人议论家务？为什么凤姐没有办法议论家务了呢？这边要说一点背景知识哦。他说到了，就是因为过年太忙凤姐她就流产。本来流产只要在家中休养1个月，但是王熙凤的个性又非常的倔强，虽然她没有出去做事情，没有到处走来走去，可是她在休息的时候呢，也依然在处理家务。那凤姐不出门，就让王夫人在外面处理，可是王夫人又觉得，哎呀，自己也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嘛，所以呢，就把一些家中的小琐事都给了李纨来做处理。可是李纨这个人他是一个上德不上才的，就是他算是一个好人，所以很容易让下人骑到他头上，比较好说话嘛。那王夫人她也知道李纨有这样的缺点，所以呢，就派探春来帮助李纨，他们2个一起来裁决事情。那就希望王熙凤好好休养1个月，休息好了，再把这些权利还回去。可是呢，好巧不巧啦，王熙凤的这个症状一直没有好转，所以一直要到8、9月间才渐渐康复起来。这个时间当中，都要由李纨、探春还有王夫人来协助处理家务。所以王夫人就觉得李纨、探春2个人来做其实有一点太为难他们了。因为你忽然叫别人上来，一下子要管这么大的一个机构，很难嘛。所以又特地请了宝钗来从旁协助。为什么会请宝钗？因为她是王夫人妹妹的女儿嘛，也住在这个地方，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所以王夫人当然是找她熟悉好拜托的人来见她来了，探春便命她脚踏上坐了。所以你看平儿为什么说她地位高，就是因为
平常的丫鬟都要站到旁边嘛，可是探春因为尊重平儿，所以让她坐着讲话。坐好之后，探春就说啦：“我想的是不为别的，因想着我们一个月有2两月银外，丫头们又另有月钱。之前还有人要我们一个月的油头脂粉钱，又是2两。疑问就是说，为什么一直有人跟我们要钱啊？不是这些买东西的钱已经有2两在了吗？那丫头本来也有钱，怎么又有人跟我们要钱？就重复花费了非常多的钱啊！所以看起来就是一个很不妥当的事情，怎么王熙凤没有想到呢？哎呀，这个是有缘故的啦。姑娘们用的这些东西，自然是该有分利。就是说，本来这些姑娘用的产品，它都是统一由买办买了，买来之后再交给家中的一些仆妇，仆妇就是比较老的一些仆人啊。这些仆人整理完之后，就再交给各个厅房的丫鬟保管，等姑娘们她需要用的时候，就把它拿出来用。这个流程是原本就有的一个流程，它就是本来园子里面的管理办法。意思就是说，照理来讲，这些丫鬟不应该来跟我们要钱，也不应该自己去买那些化妆品，因为本来就会分给他们的。可是任何的制度，它都会因为人跟环境而有改变。所以嘞，原本长这个样子，但是后来为什么每月的例钱有2两，丫鬟又有钱，那又可以跟账房来要钱？为什么有这么多做重复的事情，拿重复的钱呢？姑娘们每月这2两啊，原本不是买这些的，就原本不是用来买化妆品的。本来因为怕姑娘们临时需要用一些钱，那手头没钱，就要跟当家的王熙凤或者是谁去要钱，那其实不方便嘛，对不对？就发了这2两，让他们可以去做一些零花。可是这些钱呢，后来都拿去买化妆品了，所以又必须另外给姑娘们另外的2两，让他们去当零花钱。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就是因为是不是买办拖了空，迟些日子，就是说他们不老实啦，没有按时的把货品交过来，就让这一些姑娘必须自己去买才用得到啊。这是第一种可能性。第二种可能性是买的不是一些正经货，拿的是次级品来给姑娘使用，那姑娘就不喜欢这些次级品嘛，所以他们就不用，就必须自己去买来用。 OK， 探春跟李纨听完之后，大概就知道前因后果，也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多同样的钱在做同样的事。他们就提到了，以他们自己的经验来看嘛，他们也是姑娘啊，拖空是没有的，也不敢。可能是因为这些买办一时之间买不到好货，那又有时间压力嘛，所以就拿了一些来路不明的产品做搪塞。
那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买来之后，大家当然是不要用啊。所以这些姑娘就用这些零花钱，请托一些私人关系，就别人的奶妈或者是什么兄弟哥哥的儿子啊，去外面来买。那有些人会问，你不喜欢用买办的，那你为什么要找私人关系？你不找我们这个家族里面的其他下人去买就好了呢？这些处理公共事务的人啊，他们也是拿来一些烂货。这些姑娘另外买化妆品，其实也是不得已之后的结果。他们也很想要用买办的，也很想要用公家买来的，可是这些东西都不好。那为什么会不好嘞？就是因为买办的人跟家族里面办公务的仆人其实都知道，我们买东西买烂了，我的钱还是照拿嘛。那买烂了你不想用，你就自己会去买。所以这种交易当中啊，本来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啦。当你有钱的时候，这些事情都是小事。家里面的这一些办公务的仆人，他也不想要得罪买办，所以他也跟着买一些很差的货出来。因为这个事情啊，探春就说了，我心中不自在啦，这个钱费两起，东西又白丢一半。你看得出来啊，同样的化妆品买了2份，有一份是买办买的，有一份是你自己请别人买的。那买办买的把它丢掉，那不就是浪费钱吗？这个来来回回啊，等于说亏损了很多事情。那既然买办做的事情做不好，不如就把它免除掉了吧。这个捐就是免除的意思，就不再委托买办买这些东西了，我们就自己去买。所以这边是一种节流的做法。讲完了节流，就要来讲开源。但没想到啦，我光是讲到这边就已经讲这么久了，所以我们的开源呢，就留到下次再来讲。我们就来看看他怎么样子去选定策略，如何选人用人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各位拜拜。